晴阳，星空也闪亮，梦就在滚烫。这个世界说好一起闯，不回头，不许失望。星星落向无边的海洋，找回旧时光。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誓言说得嘹亮。每天打打闹闹，吵吵嚷嚷啊，奔跑过的街道，小巷，每次都是你在身旁。这风当雨，我的肩膀会放手。如果你要哭了，不快乐，我不顾一切陪你去流浪，像好朋友。动荡，但要和你不一样。星星冲过海洋的愿望，为你实现像誓言一样。身骑白马，重新出现在你的身旁，做你的光。学妹来了。周总。啊，周总知道我生病了，就过来看看。周总平时那么忙，还过来探病，真是麻烦你了啊。这有什么好麻烦的？我跟蒋总现在也是好朋友啊。蒋总住院，我当然要过来看一看。而且之前我给你打了很多次电话，你都没接。我想着应该就是在医院照顾蒋总呢，没时间听电话。我索性就过来一趟。有什么急事儿非要找到医院来说？事情倒是还挺着急的，不过蒋总刚手术完，我们要不别打扰他，出去找个地方坐坐，慢慢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是过来照顾病人的，现在也是晚饭时间了，我得照顾他吃晚饭。还是学妹想得周到。没关系，医院开饭早，那我就等雪梅照顾完蒋总，我们再出去找个地方坐坐。我正好看看有什么能搭个下手的。我切点水果吧。我帮你把鸡蛋羹热一下。没事，那个有人护工过来会跟我送饭，我让他来热吧。不用担心我，去让他拿个水。周总，那我们就附近找个地方快点聊吧。好，附近。有事打电话。鸡蛋羹记得吃。走吧。蒋总，好好休息。对，再见。进。秦副处，有事吗？坐。唐副处电话也没接，微信也没回，那个报告甘处又在催。我想问您，知不知道唐副处的家人在哪里住院？他是不是在医院陪病人？我想着我要不跑一趟。宁郎啊，哎，唐副处来咱们这儿有半年了吧？嗯，我想问问，你觉得唐副处这个人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？他很认真，专业能力也很强，遇到事情也不推责。那么这样的唐副处有没有可能请了假，但是什么都不交代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谢谢秦副处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琳琅，哎，你们这个件平行操作下来，是不是有很多问题？
是，感觉还贷风险很大。我这微信也发了，电话也打了，邮件也催了，唐父都不回，我估计是不是在医院没顾上？他这是什么工作态度啊？这么不负责任的？谭叔，这唐父不签字，这省大报告今天肯定是交不了了。你拿来，我来签。来，甘楚，现在咱们都是一剑走终身的，您确定您签？不接电话。甘楚，要不这样，明天我再去唐父家里找找他。晓得了，你去忙吧。林朗，啊。周总都找到医院来了，也是可以啊。怕学妹不出来吗？我实在分不清你到底是坦诚还是不坦诚。坦诚。今天请你出来，就是想坦诚地跟你聊聊我的想法，还有提议。我以为你已经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。明白。你看啊，我在九江投资，但是九江集团的核心业务还是九江地产。临江城的商圈已经启动了，它一旦启动，势必带动周围的产业发展。现在那片不毛之地摇身一变，就能成为新的城市商务区。开发贷是正常业务，对银行和开发商来说都是百利而无一害。开发商要资金，银行要业绩，不需要学长你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私下找我。但是纯开发贷限制太多了嘛，所以我们想分成几块，通过别的口子把政策优惠的贷款批下来，所以还是得请唐叔帮民营企业。我们想要批的贷款金额是临江城估值的70%，差不多在20到25亿之间。放款只要一到，该做的我们都会做，而且绝对能够保证唐叔的安全。条件到了当然能过，条件不到自然是要调整的。如果还是在谈这样子的事情的话，我觉得学长你不用再找我了。好，学妹，先别生气，我不说了。喝咖啡。以前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家总是来很多客人，一口一个周老师，一口一个唐工，手上都带着很贵重的礼品。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车厘子，我觉得比樱桃大好多，肯定很甜。我就很好奇，也很馋，我就尝了几个。之后我妈呢，就硬要给人家塞100块钱。等客人走了之后，她抡起鸡毛掸子就打我。她说今天是车厘子，明天是金子，后天呢可能就是房子。那是我妈第一次打我。从那之后呢，我们家过年就尽量不在荣城，索性去工地上面过。我知道学妹的家教严格，但是我想，阿姨还是希望你能够过得好。过得好这件事儿，别的都是假的，有钱才是真的。周总，人活着多少钱算够啊？至少要清白坦荡吧。清白坦荡，我能看出来你是真这么想。
所以我说学妹，你幸运的让人羡慕。我说件事给学妹听吧，可能这件事儿你都没听过。还记得当初你是怎么进会商的吗？会商整个系统当时只招10个管培，而且都是总行直招，竞争压力可想而知。全国的名校生，光简历就投了3000多份，第一轮直接筛到剩60，第二轮筛到剩30。第3轮是面试，我面试排名第5，但他们只想收男生。管培岗可不是普通岗，一圈下来之后，基本上都会朝分行的顶楼或者总行走。他们需要的是顶尖的能力。体力，还有稳定性。你当时的状态，单身未婚，甚至未恋，他们觉得你稳定性很差。我当时听说这件事儿，就去找了我的叔叔，周行长，找了上面的领导，这才把你留下。不知道唐初发现没有，你除了是会商最年轻的管培，还是唯一一个女管培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想招女生。学妹，这算不算是清白坦荡？他们只想收男生，他们需要的是顶尖的能力、体力，还有稳定性。他们觉得你稳定性很差。我当时听说这件事儿，就去找了我的叔叔。不知道唐初发现没有，你除了是会商最年轻的管培，还是唯一一个女管培。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想招女生。学妹，这算不算是清白坦荡？你怎么出来了呀？我正好要来找你。我等了半天，看你没回来，护士正好也让我出来走走，我就先过来等你。你这伤口怎么了？放心吧，伤口没事儿。不用难过，这些都是周末为了打击你编造出来的，领导不会那么有偏见。我没有
事没事，你听我说。会上不是他周自省的，更不是他周末的。与其说是他们之前的推荐起了作用，倒不如说领导在最终权衡之下，觉得你能够为会上创造的价值，远远大于男女之别。你仔细想想啊，当时又不只是会上一家给了你 offer， 有多少个大企业给你伸出了橄榄枝来着？4家还是5家？只有2家呀。是1家。你看，所以说是你选择了会商，而并非会商选择了你。你如果不行的话，那为什么上面一路提拔你？你要是不行的话，他们为什么会把张志兰这个小微普惠件放在系统的首页？会商选择你，是最明智的决定。只要是一个智商正常的人，都会觉得你优秀，都会欣赏你。周末你管他干什么呀？他无非就是被你说的恼羞成怒了，故意找了个事情来打压你的自信心。他那种内心黑的人，看什么东西都是黑的。不要听他的，知道吗？你就是全宇宙最强大、最傲娇的样哥。听他那些风言风语，你要是被他气到，算我讲师严肃，好吗？你不是被他气到过吗？这你不知道。不然呢？因为每次到双休日，你都说周六周日，你从来都不提周末，你也不让我提。还有一次你说没有周末。算我输了，好吗？没事。消消气。喂，唐阳已经收下卡和钥匙了，挺顺利的。哎呀，你幼不幼稚啊？你这样伤口没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医生说了，就这么溜溜达达的，对恢复有帮助。人家说的溜达是让你在病房里溜达吧，没让你出来吧？哎，说真的，我刚才还估算了一下，就我现在这种状况，如果跟他打架的话，赢的概率有多少？不行啊！我跟你说，蒋师爷，你不许这么伤害自己。你放心，我又不是傻瓜。是吗？也就在你面前傻呀。你想不想去小花园里坐一下？好啊，病房里的味儿实在是太难闻了，吸吸新鲜的空气也挺好。那个，蒋总能不能松一下？我拿下手接。好不容易才能正大光明的牵你的手，怎么可能轻易松开？打死谁我都不松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？就刚刚。什么时候？你在那儿。哎，唐阳做我女朋友好不好？哎，好的好的好的，我答应，太好了。没见过这么自说自话的，你真的脸皮太厚了。哦，头发乱，我脸皮还厚啊。我要是脸皮再厚一点，说不好。什么？冯元吉的有一个异性的兄弟。我。哎呀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我不冷啊，就是嗓子有点哑。行行行
行，操心吧你就。真好。要是能这样白头到老，推着你的轮椅，慢慢陪着你，挺好的。我年轻的时候多积点德，到老的时候许一个双腿健在、健步如飞的愿望，过分吗？不过分，可以有。能和你就这样一直走下去，是我觉得最美好的事情。我们要不要坐一会儿？好啊。蒋诗妍，我们认识都快15年了，我一直觉得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对方的人，我们也是对方无可替代的朋友。我之前吧，我不希望有任何事情影响到我们的感情，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，我们都不要变。但是我现在觉得，现在这个变化真的挺好的。之前我听别人说，友谊跟爱情的区别是什么？爱情里会有占有，会拿不起放不下，忐忑、权衡，会胆小犹疑，却又舍不得放手。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勇敢的人，但是面对你，我才知道，真正的爱不是盲目的勇敢，而是进退两难。因为我生怕造成一丁点的伤害。所以我才迟迟开不了口。但是后来吧，有一天突然听冯安然他们说你有一天会跟别人结婚生孩子，那一刻我就突然特别的害怕，我就害怕，我特别害怕有一天我们俩会因为别人而彻底永远的失去联系。我光是想象这一天我都觉得难以接受。所以从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对你绝不仅仅只是友谊，我不想你只是养狗。要我们一直走下去，没有任何人能将我们分开。其实我也不敢想象，有一天我们会在彼此的世界里渐行渐远。所以我真的想跟你一直走下去。
等会儿，我是不是按到你阑尾了？啊？哦，不对，你没有阑尾了，对不起。你没事吧？你，哎呀，我就知道，我刚刚肯定碰到。不是，我阑尾不疼，我笑得疼。你没有阑尾，你怎么会疼？哎呀！海洋，你行不行？啊，你行不行？咱们俩能不能就是正经的表个白，然后深情凝望，然后就。然后回病房休息，因为你这个伤口，你在外面待久了真的不行。今天你算特殊情况吧，所以我欠你一个，行吗？我一个男的，我有什么特殊情况？不是，我真的不行。你上次都欠我一次了。不可能，过年那次是因为我看到有人，我才把你推开的。那人哪儿呢？哪有人？真的有人，就是有一个黑影，嗖一下这么过去了，我就觉得很紧张，我才把你推开的。那你叫我一个。颜狗。蒋诗妍。啊，好，演员。什么呀？你想听什么吗？怎么知道？我说你应该先说。女朋友。那走吧。哎，哎呀，你还没说呢，你跟我说，快！你刚刚不都说过了吗？我还说什么？我要听，我要听。那你说给我听。来吧。哎，妈，你不用扶着我走，慢点，慢点。不行的。你刚刚动完手术，万一摔一跤，那伤口不行啊！慢点。好。慢。你慢点啊！慢。哎呦，别动！你不能拿重东西，是要纸啊！你刚做完手术，不管做什么动作，都要又轻又慢。累不累呀？渴不渴？饿不饿？要不要？不要吃面条，我也不累，不渴不饿。妈，我本来没什么事儿，你搞得一惊一乍，挺吓人的。我不管，我反正是遵医嘱。小冯，留下来吃饭，我准备了辣炒排骨、酸菜鱼、宫爆虾球。哦，医嘱我不能吃油腻的东西。你肯定不能吃啊，没你的份儿，你只能喝粥。我是给小峰和糖糖准备的。珊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好，我准备去。多好啊！找到车位了。对，特别巧，正好有一个车出来，我就停进去了。你看，老小区就是存在这个问题，它停车太不方便了，而且还没有监控。上一次蒋诗妍的车停在马路边，也不知道被谁给刮了，到现在都找不到这个人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买一套新房子吧，他偏不，他非说要把指标留着，以后买婚房。你，哎，你怎么想那么远呢？是吗？我也说他想这么远干嘛？这个人是谁，在哪儿，到现在还不知道呢。说不定他以后就得跟程辉一样单身一辈子，对吧？你凭什么说蒋诗妍呢？你自己问题解决了吗？啊？你就知道每天说别人。我觉得佳楠说的没错，他就是不一样了，越来越讨厌了。真是越来越讨厌。我说什么了？我就是日常怼他一下啊。为什么要怼蒋诗妍呢？你对亚楠的事情不能拿出一点诚意来吗？大姐，我还叫没诚意吗？哎，我每天给亚楠订花、道歉、发信息、打电话，那他不接受，我也没办法啊。
你看，他就站在一个心态的高点上，对，他觉得好像只要他摆出了一个道歉的态度，对方就一定要答应一样。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，你也不想知道问题的根源是什么，你只是想把他哄好。爸爸，我要是蒋亚楠，我也生气，因为你根本没有想着要解决问题，你只是想要解决蒋亚楠的情绪。没错。等会儿，什么情况啊你俩？啊？你2只万年单身狗还在这怎么了？化身成情感专家解决我问题呢？在这啪啪啪啪。我们这不是担心你跟亚楠吗？我们想解决你们的问题。你跟亚楠虽然说很熟悉，也很了解，但很多问题是你忽视的。你以为你很了解他，但其实这些年大家都会有一些改变，而这些改变都是你忽视的。比如说，你每次出去玩都给他点奶茶，但其实亚楠跟我们在一起这些年，他都只喝无糖美式。比如说，他以前喜欢吃辣的，你们以前最爱吃的就是美蛙鱼头，但他现在喜欢吃潮汕牛肉锅，因为他觉得吃了第2天不上火，也不长痘，所以他跟我们在一块的时候都不吃辣的。哎，这你们俩就说错了。上个月我们2个夜宵吃的就是美蛙鱼头，人家吃的很开心。那是因为你爱吃。我老婆给我来电话了，接呀，你赶紧去。喂，老婆。啊，好啊，没事儿。啊，好的。行，那一会儿见啊。哎。我老婆说要跟我见面聊一聊，我怎么感觉心里毛毛的呢？其实亚楠跟我聊过，他生气的点呢，不单是因为你没有经过他同意要卖房子，你们俩究竟是什么问题呢？我觉得你需要自己想一想，琢磨琢磨。我知道了，那我去找他去了。那个你帮我跟婶婶说一下，我不在这吃了啊。啊，快走。快去。我觉得吧，他们俩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但是我就是突然觉得吧，认识再久，再了解对方，再熟悉，再有默契，原来也会产生分歧。哎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虽然我们俩认识这么长时间，但是在一块儿才2、3天的时间，对吧？而且我觉得那些问题你大可以40、50岁之后再说。冯安然能跟我比吗？啊，我什么人啊？他那没心没肺的，那脑子就松人那么大。但我觉得他这个人真的很奇怪。你说他在聊起自己那些财阀领域的那些专业上的事儿的时候，脑子特别清晰，转得特别快。怎么一到生活上的事儿就感觉很拉胯？是。你记不记得他跟亚楠当时2人快在一起那个时候，要不是亚楠急得捅破那层窗户纸，直接问他你是不是喜欢我，他就能一直停留在约你吃个饭、看个电影，有约了，那我下次再约。我要是亚楠，我也揍他。我们公司另外2合伙人不都这样吗？也就我正常一点，都不容易。那你说，我们啊，这样啊，要不要告诉他们？我们这样是哪样？你说说。这样就是。糖糖，哎，冯阿姨。对。哎，人呢？对，那个冯蔚然说他有事儿，他下次再过来蹭吃蹭喝。我准备了2碗汤。那这样吧，你喝1碗，我喝1碗。行。这些日子我们都在医院陪着他，都瘦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我没有，主要是在医院1日3餐您都给送饭，颜狗在旁边喝粥，我在这吃红烧肉，吃干煎鱼，我觉得他应该补一补。你要是愿意，你天天可以来我这儿蹭吃蹭喝，我高兴。啊，对，我妈都跟我说了，这2天我在家休息，她不去跳舞，天天做饭。你来吃啊，天天来吃。那我要是有空，我肯定天天来吃。太好了，走，现在就去喝汤，走吧。哎，你干嘛？
你等着喝粥。啊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坐啊！走走走走了，喝汤喝汤。好的好的，没事，回头找我就行。行行。哎，来了，那个阿姨给您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老公，冯蔚然。啊，小冯啊，哎，你好你好，小冯。这是陈阿姨，小林的妈妈。是是是，哎，你们结婚的时候，小林给我看过你们的照片，真好。要不你们忙，我先走了。哦，没事没事，你们忙没事，我先回去了。行，那阿姨回头你有什么你再问我。行，好嘞好嘞，那到时候我再麻烦你啊。没事没事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好再见啊，好，哎，再好，见，再见，拜拜。喝什么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哎，你好，帮我倒一杯温开水吧。好的。谢谢。老婆，我真的知道我。老婆，我真的知道我错了。这段时间我不在家，我一直在反思自己的错误。我把自己的错误一共总结了以下几点。可是你做成这样已经很好了，真的不够好，老婆，你千万不要我。我怎么可能不要你啊，老公？我特别怕你跟我离婚。怎么可能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就是觉得我的生活方式应该改变一下。啊？男朋友要睡觉了，女朋友也要早点睡，晚安。女朋友也马上睡了，做个好梦呀，男朋友。蒋师爷，我进来了。来进。怎么了？医生是不是让你不要熬夜？啊，你看看现在几点了？10点多了，你还在刷手机。难怪糖糖说让我把你的手机收了。他说不收你的手机，你是不可能睡觉。哎，等会儿，糖糖让你把我手机收了？对啊，他走的时候交代的。他说你经常拿着这个手机，晚上开什么电话会啊？他让我盯着你。你看看，果然被糖糖说中了。你把手机给我，我没开电话会。手机没收，明天再给你。哎，你手机给我。哎，妈。甘处，唐漾今天不是已经休假回来上班了吗？怎么还没有见到人啊？刚才听裴思切说，唐漾一大早就来了，放了包，换了衣服就上顶楼去了。这个高副行长今天有没有找过我啊？没有，我问了林秘书，他说高副行和周行在开会。在开会呀。蒋师爷，菜买回来了。
哎呦妈，你这怎么买菜买这么长时间啊？你快点烧中午饭吧，来不及了。啊，这个冯蔚然他们是来吃晚饭的，现在中午都没到，你急什么？不是你说的，糖糖每天中午吃外卖不大好吗？你要烧午饭给他吃呀？我想一会儿给他闪送过去呢。我说过吗？啊，是啊，你说过。您好，闪送是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就这码5395。5395是吧？对对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唐夫啊，你自己带饭啦？哇，好丰盛啊，这么厉害！算是吧。那唐夫你慢吃，我先走了。嗯。谢谢男朋友，午餐好丰盛。女朋友喜欢就好。哎呀，这个情侣手绳戴的好难受，好不适应。难受你就把它摘了。他说了，我要是摘了，他就不是我女朋友了。你赶这帽子离我们远点。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了，他管我管得可严了。你看我这感冒了，他给我买这么多药，我女朋友买，我女朋友买，也是我女朋友买。我本来说一个小感冒而已，过2天就好了。他非说，哎，你当我的男朋友，你必须得照顾好自己，得好好吃药。吃哪个？你看，我女朋友给我发信息，她说给我买的药太多了，怕我自己吃乱了，一会儿过来指导我怎么吃药，顺便跟咱们吃个午饭。你就叫亚楠不行吗？就非得女朋友的，你不觉得别扭啊？以后记得叫我哥，别总直呼我大名啊，哪儿都有你。我这不是刚谈恋爱，还没缓过来劲呢。哎，我女朋友到了，我去接一下她。哎，去吧。到门口了，我去接她。我就搞不懂了。哎，严狗，嗯，你说你以后要是恋爱了，你也会这样一口一个女朋友这么叫吗？不会啊，完全搞不懂这种脑回路。谈恋爱的人多得去了，满大街都是，有什么好稀奇的？就是，好兄弟。当一束微光落在我肩膀，照亮每个有趣的地方，风吹着衣裳，树叶沙沙响，梦也长出飞翔的翅膀，哭过也笑过，你一直在身旁，每个转身后是你温暖目光。你说在大大的世界陪我去闯，沿着地图为我实现小小愿望，慢慢地抚平那些我受过的伤，四季流转是你柔软着我掌心的时光。
现小小愿望，慢慢地抚平那些我受过的伤。四季流转，是你柔软着我掌心的时光。你说在大大的世界陪我去闯，沿着地图为我实现小小愿望，慢慢地抚平那些我受过的伤。四季流转，是你柔软着我掌心的时光。